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雕龙小记。昨天我的博客访问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这种页面我们应该或多或少都见过。大部分情况就是如他所说，安全证书已经过期了。然后评论也有朋友告诉我的 SSL 证书过期了，这简直有点打脸。我前面刚写了一份关于 Let's Encrypt 泛域名证书生成的教程，然后也做了一期相关的视频。我以为关于证书这一块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可以一劳永逸永久自动续期使用，结果就发生这事。查了很久，终于发现我犯了一个错。我以为生成的证书和域名是一一对应的，内容不会变，续期只是改变了它的时间参数而已。然后经过昨天才发现，续期其实就是重新生成证书，证书的内容全变了。所以这个视频我来改正这个错误。这里分享一下我的个人博客老郭种树，这是我的大本营，内容更加丰富，我的编程笔记，建站和当站长的分享，从小白开始做视频的过程及经验教学，赚钱案例等等这些。这是我现在博客的服务器，前面的视频中提到了，脚本中是有定时任务的，所以首先我来看一下这个定时任务还在不在。回车，一共有4个定时任务，后面3个是宝塔的定时任务，也就是这3个：备份数据库、备份网站、示范内存。这个任务就是脚本的定时任务。这条定时任务它的意义是每天凌晨12点13分执行这条命令，而这条命令就是续期的命令。既然这个命令每天都可以执行，那就说明我现在也可以手动来执行这条命令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执行的日志，这条命令中是没有保存日志的，所以我要修改一下，希望能得到执行这条命令的日志，这样我们就能分析出到底是什么问题。因为这3个宝塔的命令是保存了日志的，而且保存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也将日志保存到这个位置下。这是最后写成的命令，执行这个命令，然后将日志保存在这下面。回车看一下，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日志。这是日志的内容，第一步就是 renew 这个域名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行，其中第一个单词 skip。 首先它就告诉我们跳过执行，下一次 renew 的时间是2020年1月7号，而现在才是2019年，所以这个证书应该是新的，不用 renew 续期，也不符合他们 renew 的规则。他们定义的规则应该是提前1个月或者2个月来续期，现在离续期的时间还早很多，这就说明现在的证书是新的。当然他后面也说了，可以通过 force 来强制续期，然后就跳过了。我开始还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定时续期任务每天都在执行，原来还会在里面判断的。到现在为止，说明本地的证书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准备去看一下这个证书。已经到证书的位置了，这就是证书。其实看日志也能看到，在11月9号0点19分，这个证书更新了，这也说明前面的一切都没有问题。然后没办法，我就对比了一下这个证书内容。这是现在的证书，这是配置在宝塔的证书，将它们全部复制出来，就是在这里。然后随便复制一行，搜索，很明显这2份文件内容是不一样的，最前面就已经不一样了。到这里我才发现，原来新生成的证书和以前的证书内容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又对比了一下 K， 发现它们2个内容是一样的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将新的证书内容复制，然后粘贴到这里面来，保存，整个证书文件就更新了。因为我现在已经改了，可以看一下证书夹，没有改之前这个到期时间是2019年12月08号。宝塔这边改完以后还不行，因为我还用了200的 CDN 服务，这边我也配上了 HTTPS 证书，所以我也要修改这边的证书内容。这里也可以看出来，现在证书的到期时间是2020年了，这是因为我已经修改了。这边修改的方法和宝塔是一样的，修改配置，然后将证书内容复制进来，将密钥复制进来，但是这里名称还要再改一下，不能用同一个名字，然后确定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其他地方也用了这个证书，那也需要修改那边的证书内容。以上就是解决证书过期的整个过程，但是还剩下一个问题，就这样做太麻烦了。特别像 Let's Encrypt 证书，它的有效时间还是3个月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只要证书一过期，我们就要将证书内容重新再上传一次，不知道有没有最好的解决方案。如果不是泛域名证书，只是普通的证书，宝塔是有解决的方案的，就是自动续期，我们什么都不用管，
总结整个步骤可以发现，脚本的自动生成是没有问题的，难点在于将最新的证书配置到需要的地方。宝塔这边应该有办法可以解决，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服务器上。但是阿里云这边好像没有提供一些措施或者手段能够自动上传，所以如果你用了阿里云的 CDN 服务，估计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准备先就这样用着吧，并且我最近也需要将博客从阿里云转到腾讯云，到时候可能都不用他们的 CDN 服务了。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的，等我找到了并且觉得也好用，以后再分享吧。这就是前面这个视频我犯了一些错误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或者关注我的频道，雕龙小记。好的，拜拜。